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通天文，富贵自天来。天数有道，万物有变之无穷。天地运行有其规则，但其万物有其规律。手相之术虽然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之规则也是皮表。在手相中有一种掌纹被称为通天纹，据说有此掌纹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那么通天纹真的能够通灵吗？当然是否定的。但是你可以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80%以上都有这种通天的纹路。那么通天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吧。什么是通天纹？通天纹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通天本领的纹路，因此通天纹也叫做神秘线、灵感线等等，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月丘为后天乾卦位。八卦类象中乾为天，故此掌纹被称为通天纹。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手有通天纹10个9个能，是真的吗？民间相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手有通天纹，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会很强，能够抓住很多机会，从而使得自己事业发展，让自己吃穿不愁，本事非常大，会成为能人，有所成就。有通天纹的人命运如何？第六感很强。如果一个人手有通天纹，那么这个人的第六感一般都会很强，也就是说，这种人能够感知得到很多东西，不管是鬼神还是人的内心，这种人都是会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感知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手有通天纹的人才会显得比较的与众不同。能抓住机会。现实中手有通天纹的人通常都是能够抓住很多机会的，之所以可以如此，主要就是因为其感知能力很强，所以一旦遇到了很好的机会，其自然也是会比周围的人更加容易感觉得出来了，这样一来也就能自然地抓住好机会，辉煌腾达。事业运很好。通天纹的手相还可以助旺一个人的事业运势，让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的顺利。他们祖辈的运势很好，因此他们可以在祖辈的帮助下，在贵人的辅佐下成就一番事业。甚至有通天纹手相的人还可以白手起家，事业成就很高等等。所以男人有通天纹的手相必定是个事业有成、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财运不错。另外，根据手相学中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之中有通天纹的手纹，那么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命中财富不得了啊。通常来说，有通天纹手相的人，他们天生的财运就十分的旺盛，总是可以吸引到财富，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在求财方面的运势也是顺风顺水。所以通常来说，通天纹手相的人是个富贵之人，命中的财富很多哦，一辈子都不缺钱花呢。但是通天纹必须要笔直，而且周围的散纹比较少，财运才会好。如果旁边有很多的杂纹，会相互影响，甚至出现破财的格局。吃穿不愁。因为每一次有机会路过的时候，手有通天纹的人都会感知得到，并且可以抓住机会，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最终一个手有通天纹的人基本上都是吃喝不愁的，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顺利。有通天纹的女人旺夫。最后，通天纹的手相对于女人来说也是非常吉利的哦。一般来说，有通天纹手相的人可以帮助旺夫运，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好运，给夫家带来福气等等。所以通天纹是非常难得、非常富贵的手相特征之一哦。通天纹在不同手上的命运如何？左手有通天纹。如果你的左手手相中出现通天纹，这种手纹说明你的家境好，家庭背景好，家里有钱。简而言之，这种手相特点的人一般会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祖上是成功的人，家庭基础深厚，社会地位较高。同样如此，具有首相特点的人，他们在事业上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不仅可以得到父母的护驾，还可以得到祖辈人脉的支持。他们对贵人的运势很有信心，因此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大体事业上一定会成功，事业成就也会很高。相反，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一生也从未为金钱烦恼过，因为他们一生都不缺钱花哟。看得出来，这类首相特征的人根本就不富裕。简而言之，左手有通天文首相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而且自身能力也不差，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成就。2. 右手有通天文。众所周知，在首相学中，左手代表我们的先天运势，而右手则代表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因此，从右手相位来说，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推测我们后天的运势变化的。如果你的右手手相出现通天文，那么这种手相代表的也不一定是你早年的富裕，也许你也没有出现在富裕家庭，你的家境也不富裕哦。而右手有此纹路的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毅力与奋斗发家致富，白手起家。由于具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嗅觉非常灵敏，头脑灵活，反应能力很强，在商场交际方面都很在行，所以右手有通天文手相的人，能在往后的人生中拼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事业成功了，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以后的日子里也不会缺钱花。基本上有手相特征的人都会很有钱。3. 双手有通天文。双手有通天文的人是两只手都具有通天文的手相，具有这种手相的人，前世是大善人，今世有神灵庇佑，因此这辈子会有福报，不管从事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相助，从而大有作为。相术有云，双手通天文者绝少见，有之者心硬手辣，大事必成。因此这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不仅工作上大有作为，而且这辈子财运不断，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另外，相术有云，通天文横贯手掌者绝少见到，有之者心硬手辣，必成大事。5. 通天文与事业线的区别。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文混淆在一起，其实二者是有差别的。事业线的起始点通常在手掌的根部，又称为玉柱纹，而通天文的起点是在月丘。不过，也可以将通天文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第六感更强一些。而且拥有通天文的人通常对玄学或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天生与神佛有缘，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其实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吧。总而言之，如果你手上有这种神秘的通天文，一生富贵真的是想之不尽。当然，相不独论，通天文对人的运势影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若想准确地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好不好，建议结合八字、面相、紫微斗数等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这样才更为准确。讲生命线看你是否健康长寿。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有的也只是必然。无论多么微小的邂逅，都必定会影响未来的命运。这些缔结的缘分都会以掌纹的形式在你的手中一一呈现。手掌的纹路既是一种记录，也是一种预示。尤其是手掌中的生命线，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好预防灾厄和进步的部位。那什么是生命线？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接下来小酱汁大酱友们具体了解一下。1. 什么是生命线？生命线是西洋手相学的叫法，中国手相学叫地纹，是人体手掌三大主线之一，起于食指指根线与拇指根线中点，为正位和巽位的分界线，包绕整个大鱼际，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手腕横纹。2.
不同的生命线命运如何？一、生命线的长短。生命线如果长长的，并且深刻鲜明，说明你的性格很开朗，精力很旺盛，身体属于比较健康，很少去医院的类型。不过你虽然先天身体状况很好，但手纹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整天熬夜、胡吃海喝，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健康，那么你的抵抗力就会慢慢减低，失眠脱发的问题就开始困扰你哦。如果你的生命线比较短，说明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不是很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患有胃病，并且因为抵抗力较差的缘故，容易得流感之类的小病。不过生命线较短的人性格都很善良，会同情弱小，并且也很简单很直白，不喜欢拐弯抹角的说话，也不喜欢对人耍心机。这类人做事情脚踏实地，是属于值得让人信赖的类型。二、生命线的深浅。前面有讲过，生命线颜色深刻鲜明的人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一些，并且这类人心胸开阔，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同时他们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都非常强。生命线的纹路如果很浅很细，代表这类人的身体素质相对差一些。不过只要保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还是可以把身体状况调节过来。另外，纹路浅细的人性格会比较的内向，胆子会小一些，自制力相对也会差一点。三、有两条生命线。多数人都只拥有一条生命线，拥有两条生命线的人非常的少。但是如果你在此列，就说明你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身体抵抗力和自我恢复能力都特别厉害，所以你是属于不容易生病，即使不小心生病也会很快恢复健康的那类人。另外，拥有两条生命线的人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即使遇到难题也能够迎刃而解，名利双收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四、生命线上有小横线穿过。如果生命线上有短横线横过，说明你可能会突然患上疾病，建议你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经常去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另外，这也说明你的运气会遭遇非常低迷的时刻，这时你要做的是多行善事，并且默默充实自己，记住教训，做到自我反省，这样你的运势才会慢慢得到改善。五、生命线出现中断。手相学中，生命线有明显中断是不吉之兆，这代表你在某个阶段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间隔很大，代表疾病不容易痊愈。如果生命线中断，但在左侧或者右侧有一条小线并行，则代表你虽然会遇到灾厄，但能够逢凶化吉，即使生病，最终也能够康复痊愈。如果生命线有中断，但出现重叠，则意味着即使身患恶疾，最终也会康复。重叠的长度代表康复的时间，重叠的部分越短，代表康复越快。六、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如果不是一条完整的实线，而是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就说明你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差，平时容易生病，而且容易产生疲惫和焦虑感。不过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你平时多锻炼，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并且懂得舒缓压力和自我调节，那么你的身体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善。七、生命线主线上有分叉。生命线上如果出现向上的分叉，说明你的性格乐观阳光，做事情积极努力，因为求知欲强，懂得自我提升，日后很有可能成为行业所在的佼佼者，名利双收。如果在生命线上出现多条向上延伸的小支线，这些小支线又被称为希望线，有这类纹路，说明你有着远大的抱负，野心很重，未来不可限量。但这种希望线数量一定不能过多，如果数量太多，说明你的行动力不足，经常3分钟热度，为人有些好高骛远，不切合实际，最终很有可能空有抱负却郁郁不得志。
生命线下端如果出现非常明显清晰的向下分叉，则代表你中晚年日子可能会过得不太安定，会经常处在奔波忙碌之中。不过若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大城市或者异地发展，很可能会取得成就，这样中晚年的日子会得到改善。另外，这种分叉的出现也提醒你要小心自己的婚姻状况，你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并且分叉越大，问题越严重。小酱汁提醒，分叉一定要清晰深刻才算数，如果是浅浅的一条，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你的生命线有分叉，而且分叉线延长到月丘的位置，则代表你的生命力虽然很顽强，但女性容易得妇科类疾病，男性容易前列腺方面出现问题。8. 生命线有交叉纹。生命线如果末端出现交叉纹，则代表婚姻生活可能不太幸福，中年时期容易发生婚变，而且晚年子女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留在身边尽孝，晚年容易感觉到很寂寞。如果你生命线出现这类交叉纹，建议你婚后多花些时间在家庭关系的经营上，多花精力在另一半身上。生命线如果起端出现交叉纹，则代表年幼时身体瘦弱，容易生病，学业也容易遭遇波折，青年时期会受到小人干扰，想要成就大业，就要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以。9. 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智慧线和生命线相交，代表这类人智商很高，头脑清晰，只要肯努力，事业上会有不错的发展。在感情方面很理智，很强势，很挑剔，容易错过良缘。不过这类人对爱人忠诚，不仅很懂另一半的心思，也懂得自我反省，是不错的恋爱对象。10. 感情线、智慧线、生命线全部相接。若3条线全部交汇，代表这类人在感情中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喜欢胡思乱想，没有主见，很容易被人左右。若早婚会得到恋人的庇佑，晚婚往往会将就。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手掌中的纹路是会不断变化的，虽然显示你过去的掌纹不会发生改变，但预示你未来的掌纹会随着你的言行发生改变，所以命运可以改变，它掌握在自己。讲郭台铭手相大揭秘，探秘亿万富翁手相学奥秘。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此话有失偏颇，纵观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或者富豪权贵，差不多都有一张非富即贵的手相。富士康红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的手相也不同凡响。下边先分析一下权贵富豪们的手相有什么异象，后边再从手相上分析一下台湾首富郭台铭的手相有何富贵之处。1. 马云 M 字纹。马云的手相之 M 字纹的说法，从很多影视新闻里我们惊人的发现，如马云、郭台铭、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拥有同样的一个手相，那就是 M 字纹手相。它是由一根南北贯穿的事业线和其他3根先天线、爱情线、智慧线、生命线交叉组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天生就是创业能手，想法独特，颇有远见。如果你能选择做生意，那么你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发展。M 字纹的手相好吗？其实从马云就可以看出来，这手相很好。M 字掌纹的人还是一个有着贵人相助的人，他们的身边一直都是会有一些贵人围绕的，主要就是自己的朋友了。不过这种手相的人在自己年轻时候的运势可能不太好，在事业或者是在创业的道路上面有着不小的阻碍，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种手相的人往往能够在自己40岁左右的时候收获名利和财富，因此 M 字纹手相是可以让我们成为有钱人的。说完了财运方面，下面就是说感情方面上的。如果是结婚线与感情线相交所形成的 M 字纹，注定婚姻不顺，会有2婚的可能性，并且智慧线与感情线相交，会加剧婚姻运势的不顺。这样的人在感情上会波折起伏，一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坎坷，就算是这样，2人也很难走到一起。
但是到了婚后，自己一样不懂得如何去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紧张，难以维持，最后可能有离婚风险。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要注意情感方面的问题。2. 李嘉诚，六绣纹。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李嘉诚手上有清晰的成功线，所以这种人天生的富贵命格，而且成功线又深又直，在事业上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尽管白手起家，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终究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佳，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之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3. 马化腾，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成。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中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中若有此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4. 郭台铭，元宝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字纹我们已经在马云那部分说过了，现在主要来说说元宝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的情况。元宝纹是由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元宝图形。不论男女拥有此纹，一生钱财不断，衣食无忧。太阳线又称为成功线，无名指根部延伸的上升线，是人生成功的标志。不管从商还是从官的人士，手中出现太阳线，是人生运势成功的标志。5. 郭台铭，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女人富贵手相。说完男富豪的手相之后，我们接着来看看女富豪的手相有哪些。1. 财运线深。财运线是指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而这一线条的深度和力度可以反映一个女性的聪明才智和能力。当财运线深且有力时，通常意味着这类女性具有卓越的智商和实力，她们以自身的努力和才干在经济方面表现出色，不论是来自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她们都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这些女性不仅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而且在投资方面也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她们善于分析市场，准确把握投资机会，每一次的决策都能够精准地把控热门领域，
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决策能力，最终必然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使得他们的财富如盆满钵一般丰厚。这种深刻的财运线不仅仅是一种体相特征，更是一种象征，展示了这些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卓越表现和成功事业的背后所蕴含的智慧和实力。2. 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3. 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4.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5.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6. 掌后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7.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8.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
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